接下来我们要持续关心在军事上面的议题，是中国大陆它的空天母舰。我们今天会特别来关心，还有它的极音速的战机现身了。另外，今天会关心的另外一款武器，就是美中的声波武器是否进入实战化呢？太空战争难道进入倒数计时开打了吗？今天这些议题一起做关心。好，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读的是，今天会特别来关心到中国大陆的这个10万吨的母舰软鸟。另外呢，再加上它的无人战机玄女，可以进行这一种空天作战，还有这个极音速的飞弹，中国是在公开的宣示追平美国的太空武力了吗？第二件事情，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隐身战机哦，这一款白帝，它可以自由的切换，不管是有人无人的模式，自由的切换。另外，第2款的战机就是紫火了，根据了解，它是可以垂直起降，在低重力环境作战的。媒体这个时候高调报道是要挑起针对美国的太空军备竞赛，把美国给拖垮吗？第3件事情，我们今天也会特别来关心，在美中的声波武器上面，到底是否能够彻底改变目前现代化战场的格局？这些议题都会今天一起的来做讨论。好，我们先来看到是大陆央视自己做的报道，说1月10号这一天，它特别公布了这一款是10万吨的空天母舰，这个是软鸟号。来看一下它的基本资料，全长200多公尺，那么翼展开来达到了684公尺，最大起重12万吨，重点是它可以搭载88架的玄女无人空天战机。玄女是不是也真的即将搭配着它来做这个战斗呢？我们来看到它是拥有的这些功能，包括了无人制空的战机，能够在大气层内飞行之外，在大气层外也可以作战哦。使用的是粒子加速炮、极音速飞弹等等的武器。央视是这样说的，确实现在看起来还是在概念的阶段，但是未来会致力中国在这种航空跟航天的技术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方向。也就是说，类似的黑科技会成为未来中国大陆的主要发展方向吗？委员怎么看？中美两国大概目前在太空武器跟太空战争上面发展的相对比较领先的2个国家，而这些太空武器有2个特色，第一个叫 Space Control， 我们一起可以翻译成像制空权一样的制太空的权利，就是控制在太空中的飞弹，以及太空中的卫星的运作哈。第一个叫 Counter Space。Counter Space 叫反太空武器，这是一个攻一个守的概念。你到底有什么能量可以面对对方的太空武器的攻击？而且这个所谓的 Counter Space 里面还包含了一个电子战，如何瘫痪对方的卫星或者击毁对方的杀手卫星。那我们来评估一下，一步一步来哈，就是如果是以目前的军用卫星来计算的话，美国有800颗军用卫星，中国有400颗军用卫星，但中国也正在增加当中。那第2个，中国的火箭发射的能量是比美国来得快、来得多啊。可是呢，美国如果自己的国防部已经没什么能力，都靠 SpaceX。那 SpaceX 有一个中国正在努力达成还没有达成的，就是什么？就是它能够回收火箭。中国大陆现在回收火箭的量，还没有成功，目前为止都失败，可能未来会成功。但是为什么回收火箭在太空上作战很重要？因为太空以后讲大的是量，不是你发射多快，你多少火箭可以随时使用。那如果可以重复使用的话，那量等于加倍哈。因为太空战未来就是要如何补充被击毁的太空武器以及卫星。那你如果不能补断，你就不能够战争，你的耐久力就不会久啊，耐久力不会。所以在第一个时间，中国会占便宜。那耐久力的话，就可能中国会出现一点点弱势啊。那其他的哈，包括这种非常非常科幻型的武器哈，那当然目前是在媒体报道。那我们不太了解它的技术资料，至少我看不到太详细的技术资料。比如说，在大气层最高端的时候，有这么庞大的一个软鸟的航天母舰，把航空母舰搬到这种半太空去，它有多少的自卫能力？我有点担心，就是防空武器很容易把它击落啊，因为它在上面逆中也很困难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因为越大越容易发现，越容易被攻击哈，而且越容易遭到饱和攻击，所以我不知道它的怎么去评估它的在战争中的生存能力哈。
那第二个，它当然可以用旋女，那旋女是能够用历史炮。我所知道的历史炮现在只能在大气层外使用，或者攻击对象是卫星。历史炮在地面上因为有空气等等，效果不是那么的理想啊。那所谓极音速导弹武器啦，那可能要依赖比较大的，不是旋女，要依赖的白地啦哈，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更强的什么直火之类的东西？这个听起来都非常的中国传统的神话的概念，但是在实际军事上，我觉得央视讲对了，是一个概念的阶段哈。那这样的一个计划到底切不切实际？真的还要再继续来检查一下，因为航空母舰在海洋上有它的生存的依据哈，但是你到时候要派那么多的什么叫驱逐飞机去防卫这个航天母舰，可能困难度会非常的高，困难度会非常高。不过现在有创造力，这总是好的啦，但是未来成果如何哈？这个南天门计划可能还要等待孙悟空悟空来检查一下，到底有没有效果。好，刚刚特别谈到的是这个航天母舰，但是另外其实这个刚刚特别提到这个南天门计划里面，其实还有一些比较吸睛的项目，就是有关于他们的战机。那今天特别要介绍的2款是来自于《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等等报纸特别去做的报道的2款，这个是第一个白帝战机，第二个是紫火。我们先来看到白帝的一些小档案，我们 CG 上面看到它呢有隐身的外形，加上复杂的可变机翼，那么被形容是会飞的变形金刚，全频段有隐身，然后有人无人模式可以自由切换，无人机来指挥有这种能力哦。那么它也可以更换模组，随时转换任务。第二款我们来看到是紫火，它的一些小档案，它比较像是未来战场上面的异形角色，棱角分明的一个机身，立场涵道可以那个轻转动力舱，被视为是可以做的是通用垂直的起降平台，在低重力还有稀薄大气层里面可以做极端的环境运作。老师怎么看？我们觉得很科幻的哈，他也说是目前概念性的阶段。可是你想想看，它是在央视的军事频道叫利剑，这么完整的播出哈，我觉得是不是已经不只是概念，某种程度它已经有一个体系在那边了。就至少大概有一个发展的方向，这是一个大的战略的方向吗？那是不是有一些已经配合了？那在技术层面，像是这个超高音速飞行，或者是空天的双模式的转换，以及一些这个你看到无人机以及无人机跟有人机之间的转换，像这个旋女，其实在2年前就已经展示出来了。那天地跟紫火也是去年开始有一些发展。那是不是真的有可能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软鸟10万吨，其实12万吨了，它的这个母舰能够载88架，听起来真的很科幻了。对。可是换一个角度而言现在已经进入到就是中美之间的这种所谓G2的体制，而最后还是以实力，而大国最后的实力其实还是经济跟军事。那尤其在军事的层面，美国还是全球的这个布局，可是呢，一直以来18世纪到现在的这个霸权都是海权的霸权。那中国大概不会在海权的霸权上面去跟美国做全球的这种竞争，那他就走空，而且走空天，也就是说，你如果自空，某种程度你掌控了卫星轨道，而且这个弹道飞弹防御。雷根时代的星战计划其实就只是一个弹道飞弹防御，只不过是在它发射端就能够做防御，也就是你进入到大气层之前，它就能够在太空有那个雷射，就直接在你发射端进入到这个在大气层的部分呢，就把你给拦截下来。这是一个当时的计划，当时这种计划都觉得很科幻，最后也没有实现。那现在这个计划有没有可能这个远超过所谓的雷根时期的星战计划？他如果真的做到，你就海权其实根本不重要了，洲际弹道飞弹也不重要了。也就是你基本上其实，在太空这个以及大气层随时的进出、掌控轨道、掌控制空权，那你地球自转，你就任何的角度
你都可以去做制空制海的作为。那至于防卫的这个层面，当然它大概有它的思考，也就武器必须要发展。讲到这里还是要强调，蛮科幻的，那是有一些概念。不过这个方向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呢？也就是说，我花大钱去给你搞大海军，全面的跟你去竞争海权竞争，其实那个不一定有那个效益，因为现在的方向不一样。而中国在这一些技术的层面，加上 AI 的这个掌控，跟机器人，以及跟它的产业制造的能力，跟它成本跟规模，其实这个方向如果现在有一个概念性的创造，那未来会不会出现，然后慢慢的拼凑起来？我觉得其实要观察的。好，这看起来是这个中美之间在航空航太武器上面的一个竞争。那很多的武器还在概念化，但是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个声波武器，美中都有在做的，是不是已经正式的进入实战化了？先来看一下上次，美国总统川普不是派兵去进入到这个委内瑞拉总统官邸吗？那根据了他们幸存的委内瑞拉的士兵的自白，说当天其实有20多名的美军突袭美国总统官邸，而且他们带着是一种未知的科技武器，对数百位的守卫的这些军人方面进行屠杀。他们说类似这种武器，他们觉得就是声波武器。那些士兵说，当时拿出这个武器的时候，他们是完全无法做竞争的，甚至连站都站不起来。那么其实类似的武器，过去菲律宾也曾经指控说，中国大陆对他们的这个海岸防卫队来使用过，是真的声波武器变成已经实战化了吗？张震老师又怎么看？其实这是一个相当传统的这个武器，这个武器发展了已经有几十年了。它通常被归纳在非致命武器，它叫 NLW (Non-Lethal Weapon)。它最主要是震爆以及这个群众控制，或是是驱动这个就是恐怖分子或者是歹徒想办法离开。所以基本上来讲，它是让它失能。那这个东西的科技其实这个无论是哪个稍微像样的国家都会就有这个，但是它所谓的声波武器其实也不尽然完全是声波，因为有很多超音波对于人类这个基本上来讲也能造成失能的效应。那基本上来讲，它是一种定向能量武器的延伸。那定向那个就是定向能量武器也包含了这个雷射光能，所以声波嘞，因为声波基本上来讲它是向四方扩散的，它不能就聚能你除非把它变成一个声波束，所以声波束的你要能聚能的话，你就其实相当大，所以能够做到那么轻巧，其实这个有很多这个技术上的困难，也有一些它那个就是环境上这个就是说做不到的地方。但无论如何，这个在未来的战争前景之中，其实是相当有潜力。譬如说坑道战、驻民地战斗、巷战，或者说是这个叫做人家叫做 CQB 这个 Close Quarter Battle， 就是受限制空间内的这个格斗跟战斗，这个其实都非常有它的前景。但是呢，有很多时候这个委内瑞拉这个总统府里头那些士兵他讲说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有很多时候，他其实是这个谢责之词未见得是美军真的有这么厉害，如何如何。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这个关键，就是说，当初这个带着这个马杜罗总统离开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士兵没有戴任何的护耳罩？假如用声波武器的话，那他们是不是都应该，对不对？你不能用这个武器把自己给伤到了。所以呢，你今天这个任何的武器的使用者，他都必须有相关的配套的保护、自我保护的措施。假如你自己都保护不了，你怎么能够真正来应用？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绝对不是新科技这已经做了几十年。但是它没有突破，就是因为它确实有很多技术障碍，也不是那么简单就能突破的。好，谢谢张震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